国产游戏已死。这句话曾长期存在于中文互联网，上一次受此影响最深的，莫过于去年停服的《边境》，2016年公布，2024年停服，长达8年的研发时间，换来短短1年的运营寿命。《边境》用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再次告诉所有中国玩家，那么这款曾被寄予厚望的国产游戏，为何在上线前和上线后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情况？这其中都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？2016年，伴随索尼中国之星计划的启动，一大批国产游戏被曝光出来，其中就有我们今天的主角《边境》。当然，彼时这款游戏还叫做《边境计划》。这款游戏的研发思路还要回到多年前，那时《边境》的制作人崔永亮还就职于腾讯，负责逆战项目。有印象的老玩家应该还记得，当年逆战就曾放出过 CG 宣传片，打算制作海战和太空战模式，只不过最终因内部原因，这个计划就被搁置了下来。崔永亮觉得这个项目非常好，就与其他人利用业余时间补齐设定。但对于崔永亮而言，他认为如果一直在腾讯的话，将会受到非常多的限制，没办法真正做出这样的一款游戏。于是，在2015年，他和邹聪离开腾讯，与英国回归的李明博一起成立了柳叶刀工作室。该工作室的使命就是制作最棒的 FPS 游戏。2015年8月15日，柳叶刀工作室成立，边境计划的研发被提上日程。主打无重力太空射击概念，灵感部分来源于09年游戏 Shattered Horizon 和使命召唤幽灵的太空战役。4年产品进入到索尼中国之星计划，成为该项目首个入选的游戏。最初的边境走的是 PVE 路线，与后来上线的 PVP 完全不同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项目启动后，他们才发现 PVE 实在太烧钱，公司的资金根本不足以支撑整个项目，所以经过多次调整后，打算放弃 PVE， 走使命召唤的 PVP 路线。尽管初期在路线的选择上产生了分歧，但起码是调整了过来。当所有人都觉得困难已经解决时，游戏真正的问题还没爆发。2019年6月，游戏正式改名为《边境》，并预告将在2019年内进行全球发售。凭借科幻太空题材和无重力玩法，让这款游戏虽未发售，就已经赢得了许多玩家的青睐。更多的人为它打上了国产之光的标签。可惜后来因审核和优化等问题，游戏跳票，并未在2019年发售。当时的玩家还在安慰自己，好饭不怕晚，游戏只要好好优化，晚一点上线也没什么问题。可令谁也没有想到，官方的此举直接消失了2年多。从2020年9月发布一条开发完成的视频后，官方在21年和22年几乎了无音讯，直到2023年3月才重新复活。2年多的等待耗尽了大量玩家的期待。好在这次边境不再跳票，宣布将于2023年正式上线，并曝光了游戏的售价，分为68、98和1583个档位，相对良心的售价，无疑为游戏增加了许多好感。但彼时的玩家谁能想到，这只是噩梦的开始。2023年4月13日，游戏以抢先体验的形式登陆 Steam， 第一时间进入游戏的玩家很快就发现了产品的不对劲。从2016年曝光到2023年上线，长达7年的研发时间，并没有带来太多的游戏内容。首发5种 PVP 模式及6名可操作干员，武器只有区区的21把，地图也只有9张，并且地图都是空间站场景，给玩家带来的体验感几乎差不多。如果说内容少还可以忍，那游戏本身所带来的 bug 就忍无可忍。战绩经验丢失、手机音效出错、设置无法修改、延迟、掉帧、服务器不稳定等大量的漏洞和优化问题，直接反映出产品的不完善。而这又很直观地表现在游戏的日活上，首发当日玩家在线人数还有2万多，第二天下降一半，只有1万多，之后数据一路下滑，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游戏里的玩家人数仅数百人，到后来只有1、2个人还在玩。客观上讲，边境已经名存实亡。许多人都在好奇，这游戏不是都研发了那么多年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问题？其实边境的困境不在发售，而是自游戏立项开始就埋下了许多雷。2015年，几人成立柳叶刀工作室，开始立项边境这个项目。或许崔永亮等人是很好的技术人员，但他们不是很好的管理人员，尤其是熟人创业为主，其中掺杂了大量的人情世故。而作为制作人，并没有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，导致游戏在多年的研发中路线分歧严重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。同时，为了验证不同想法的正确性，公司大量资源被白白的浪费。这一点在后来员工离职后写下的一篇文章中也一一对应。比如一开始做 PVE， 后来又转为 PVP， 一开始想上主机，后来又想上 PC， 项目成长方向完全处于不确定状态。在风雨飘摇中，边境的研发进度艰难而又缓慢。到了2020年底，公司资金直接见底，方向的不断调整，内部沟通的缺失，导致大量员工选择离职。尽管后来找到了新的投资者，但产品的测试结果依旧不理想。在内部研发和外部投资的双重压力下，处在半成品状态中的边境被硬生生的推上台前，这也就造成了游戏内容不足、漏洞频发。面对这2个问题，官方也曾信誓旦旦地立下口号：没有 bug 是不能修复的，没有问题是不能解决的。因为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非常有信心，并且全程直播让玩家监督自己修漏洞。不知道站在今天，
制作人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吗？更新方面，官方立下2个星期1次小更新，45天为1次中型更新，3个月1个大更新，但最终这个承诺也没有实现。游戏仅在2023年6月和12月推出新内容，此后又陷入到消失的状态中。直到2024年6月，柳叶刀发布公告称，收到发行商 Skistone 的单方通知，将于2024年7月停止运营边境，但发行商 Skistone 并不认可这一说法，称是柳叶刀自己先放弃的。但无论是 Skistone 还是柳叶刀，在他们二者相互扯皮的过程中，均未提及游戏退款的补偿。很明显，玩家再一次被放弃。2024年6月30日，边境关闭服务器，正式退出历史舞台。